高尔早苗呢，这次估计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了。这位日本首相带着对美5500亿美元投资承诺去访美，本以为能换来美国实实在在的盟友情谊，结果却被特朗普一句话弄得笑容凝固，满脸尴尬。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当地时间的3月19号的下午，高尔早苗呢抵达华盛顿，开启了就任后的首次美国之行啊。这次的访问，美国给了这个超高规格的待遇，它又是红毯的迎接，又有正式的晚宴和工作午餐的这个双宴安排，不容易啊！好多人去是吧？泽连斯基去连顿饭都没混到，这高尔早苗去不白跑啊，2顿饭。日本媒体都忍不住造势称日美同盟坚不可摧。高尔早苗也全程配合，努力营造亲密的氛围。特朗普当场表态说，只要是我能为日本做到的，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哎呦，可谁能想到呢？高氏还没离开美国，这句承诺就变了味儿了。在这个媒体开放环节啊，有记者就问特朗普说，为何在袭击伊朗前没有通知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呢？注意，提问的是谁呢？是日本媒体在现场提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有坑啊！这个高尔早苗在旁边啊听了以后，暗自心里边窃喜，而且很有可能这是在跟高尔早苗2个人在打配合，就是高氏自己不好意思说，或者是没法说出口的话，借由他带来的日本媒体在现场提出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日本媒体敢这么胆大，给自己主子是吧？这个下眼药吗？结果您猜特朗普怎么说？我说特朗普这人呢也够狠的，怪不得过去我们是同行啊，做媒体的，尤其当年是脱口秀演员，这个脑子很快啊，砸线罐是吧？现场抓梗，这个能力非常强。特朗普呀，语气平淡地说：“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要的就是出其不意。”哎，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说到出其不意。”还有谁比日本更有体会呢？当年珍珠港的事件，你们也没有提前告知，对吧？您看，说这话说完，现场传来几声零星的哄笑。特朗普呢继续表态，你们深谙出其不意的打法，在这方面的手段甚至不输美国。这时候呢，原本努力扮演亲密盟友的高尔早苗呢，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本来说，哎呦，这问题提得好，没想到特朗普回答的更棒。他猛地睁大双眼，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身体不由自主地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双手交叉紧抱，却始终没回应一句话。他还说什么呀？要知道，为了这次会晤，高尔早苗前期可做了大量的准备。双方公布了价值730亿美元的这个商业合作项目，涉及核反应堆建设和天然气发电领域。这其实就是日本之前承诺的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的核心部分。那么这个日方斥巨资投入，本意是想通过这个经济让利换取美国的关税减免与政治支持。您看，这种软硬兼施的表态，恰恰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真实态度，既要盟友出钱出力配合自身战略，又要在历史问题上占据主动，随时拿捏。耐人寻味的是呢，就在高尔早苗的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这个美国发布了一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这个报告里边就提到了高尔早苗此前的相关的这个涉台言论，称日方相关立场出现变化，甚至猜测中日关系若趋于紧张，中方可能会采取相应的经贸措施，还渲染钓鱼岛这个周边局势变化。这份报告看似在分析这个区域的局势，实则上却让日本陷入了一个外交被动。怎么说呢？日本在涉台问题上这个小动作不断妄图借美国之力干涉中国内政，却又不想独自承担双边关系恶化的代价。美国这份报告直接把这个日本的投机心态公之于众，是吧？尽管的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这个火速出面回应，强调相关表述仅为个案判断，并非日本政府的方针转变。但是呢，这一番辩解显然缺乏这个说服力难以平息外界的质疑。高尔早苗的这次访美行程当中的处处被动，遭遇难堪，它是有根本原因的。
那就是日本误判了日美同盟的本质，也错估了特朗普政府的行事方式。长期以来，日本政坛部分势力他一直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们觉得只要完全倒向美国，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就能够得到全方位的保护，既能借助美国平衡这个周边国家，又能在这个国际格局当中占据优势。为此呢，高市早苗上台后呢，频频发表不当言论，刻意炒作敏感议题，激化地区矛盾。那他一门心思要绑定日美同盟，争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忠实盟友。可是日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美国的盟友体系向来它是以利益为先特朗普政府一直奉行美国优先策略，只会根据自身利益调整立场，为了盟友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很难。这次高市早苗呢，看似敲定了730亿美元的一个合作的项目，实际上是日本单方面让利妥协这个特朗普的调侃和前后矛盾的表态，完全没考虑日本的这个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现在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地区关系面临复杂挑战，日美之间的这个利益分歧也慢慢的显现出来了。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呢有个问题呢就摆在眼前了，是继续的执迷不悟的这个抱紧美国大腿呢，承担更多的屈辱和战略风险，还是及时调整外交立场，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妥善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呢？国际关系的博弈从来不是单方面讨好就能取胜的，只有从自身核心利益出发，尊重客观局势规律，那才能走出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避免再次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好了，感谢收看这次的这个谢飞观察，也希望各位点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